近些年来，随着世界局势愈发混乱，素有美国政坛常青树、冷战活化石之称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多次呼吁美国政坛精英，如今美国正带着他的盟友们一步步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深渊。美国想要避免这种悲剧，就必须要停止与俄罗斯之间毫无意义的敌对关系，并且中美两国都应该坐下来，通过协商构建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奈何美国政府的那些精英们却一心认为老爷子的话是危言耸听，依旧沉浸在掌控天下的旧梦中不肯醒来。那么基辛格的话是否真是危言耸听吗？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真的有可能发生？笔者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有可能发生，而是必然会发生。在20世纪之前，人类文明历史上出现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区域战争，能够裹挟全球参与的世界大战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那为什么会在20世纪之后就出现了所谓的世界大战呢？这是因为在过去世界是割裂的，区域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基本上不会对其他地理板块的国家造成冲击。但是自从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资本这个东西就把全球各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旗下，他们中有以殖民地的面貌出现，有以工业国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并没有不同，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零件而已。所以当这台机器出问题，所有的零件都会不可避免地出事。英国是在1840年彻底完成工业革命的，其后30年资本开始全球扩张。那30年世界各国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革，比如日本人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太平天国，俄国的废除农奴制运动，德国的王朝战争，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这些战争都与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往外扩张有关。比如中国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主力原先是南岭一带为广州13行服务的物流人员，可是英国在1840年为了扩充殖民地和市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把广州13行一家独大的局面变成了五口通商，广州13行因此衰落，而依附他的那些物流人员全都变成了失业流民，由此才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后续的一系列变革，极大地冲击了清帝国的统治秩序。再比如说美国的南北战争，那也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对棉花原材料的急剧扩张才引发出来的。当年那场覆盖全球各主要国家的变革运动，基本上就是世界大战的一次预演。之所以没爆发大战，是因为当年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完成工业革命，世界处于一强独大的局面，乱不起来。可是到了1914年的时候，欧洲各主要国家以及日本、美国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原先英国一超独霸的局面变成了多极争霸，各国为了掠夺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喂养自家的工业机器，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到最后只能用所谓的世界大战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家现在所说的存量博弈，这种博弈必然会引爆世界大战。就算知道这么干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可各国内部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都嗷嗷待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理性思考，理性一定会被狂热淹没。所以基辛格的话即使是对的，但是美国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也听不进去。当下全球红利已经所剩无几，资本饥肠辘辘，只要能填饱当下的肚子，哪管它洪水滔天了。可战争本身是没办法解决所谓的存量博弈的。19世纪40到70年代那次大变革之后，之所以能够换来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时光，那是因为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新增量缓解了所有矛盾。二战之后之所以能和平了将近70年时间，那也是因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创造出来的增量。如果当时二战后不能孕育出第三次科技革命，那三战早在几十年前就打过了。现在明眼人都已经看得出来，世界的增量已经用完了，如今是存量时代。世界一旦进入存量时代，世界大战如果还不爆发，那才真是天理难容呢。战争虽然解决不了存量博弈的问题，但是它有两个作用。第一，它能够加速各国的科技研发；第二，它能够消灭一些过去阻碍社会发展的利益集团，创造出新的政治红利，而这些政治红利就是新的增量之一。二战之后，那些战后政治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抑制资本、提高工人待遇的措施。工人手上有了钱了，市场的池子就变大了。所谓创新，
本质上就是试错。由谁来试错？当然是由市场来试错。市场越大，试错的机会就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大。这就是战后的政治红利。可是这股政治红利现在也已经被吃干抹净了。现在的各主要消费大国，哪国的民众不是一身的债务啊？而这种贫富分化的最大获益者，毫无疑问是世界各国统治者。指望他们天良发现，主动放权让利，那是不现实的。必须要经过流血的冲突，才能让他们认清事实，抛弃妄想，做出让步。战争是科技革命的温床，当正常方式无法引发科技革命的时候，只能用它了。但是由于有核武器的存在，这次世界大战的方式也许跟过去会有一些差别。经过前文的讲述，想必我们都应该知道，世界大战的发起方主要是资本。记住，是资本，不是资本家，两者有本质区别。所谓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异化之后的工具人而已。资本这个东西无形无相，无思无想，它以一种无形规律的形式存在于这个世间，而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自身的增值。因此那种同归于尽的世界大战是不符合它的利益的，它必然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来影响它的傀儡资本家，阻止他们走向毁灭的深渊。而这些资本家基本上就是当今世界的统治集团。因此不必太悲观，未来的世界大战极有可能是一种隔山打牛的战争。大国之间是不太可能亲自交手的，他们应该会通过第三方的代理人来铸造伊拉克、阿富汗、乌克兰这样的泥潭，来消耗对手的实力。而除了中美两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在所谓的第三方范畴之内，包括俄罗斯、印度。这种代理人战争一定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那就是有些国家的任督二脉将会在战争中被打通，实现国家崛起。也就是说，他们在强大外力的加持下，会引发内部的变革。这些变革后的国家，就是新世界的政治红利。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的世界大战只不过是资本体系用来自我修复的新陈代谢机制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相反，世界大战必定能够打破旧世界的权力格局，重新梳理出一个更加健康的利益关系。当然了，世界大战必然会导致尸山血海，人头滚滚。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会顾及人类的感受。你喜欢也好，憎恶也罢，又能对历史车轮的前进造成什么影响呢？那么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爆发？更准确地说，谁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我们前面说过，中美之间未来的那场旷世竞争会以隔山打牛的方式出现。那么能够引爆这场大竞争的，必然会是中间的那些小国。那么哪个地区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萨拉热窝呢？首先，这个引发冲突的国家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冲突双方是中美不能舍弃的对象，没有妥协让步的可能性。其次，这个地方要具有很重要的地缘值，容易引发他国野心。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国霸权衰落，那些一直被他压制的地区国家必然会抬头，从而基于这些战略要点。第三，既然爆发冲突，那么一定有这么一个前提，就是发起冲突的国家一定是国内矛盾无法解决，转而向外转移矛盾。符合第一个条件的地方有3-8线、台湾海峡、克什米尔、巴以冲突以及俄乌冲突。其台湾海峡比较敏感，这个地方一旦发生冲突，绝不可能打代理人战争，只会是中美的正面交锋。所以美方虽然会在这个地方撩拨我们，但绝不敢越雷池一步。相反，如果爆发冲突，那开第一枪的极可能会是大陆。所以台湾这个看似最有可能的热点基本可以被排除掉。此外，3-8线也可以被排除掉，因为美国对韩国的掌控力很深，韩国想要不经美国同意搞小动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朝鲜半岛是中俄的主场，美国在客场作战胜算不高，极有可能会重蹈70年前的覆辙，所以美国就算要搞事也不会在朝鲜搞。至于东欧前线，美国对欧洲的掌控力还是很强大的，就算有些东欧小国如波兰想要兴风作浪挑衅俄罗斯，美国也能够摁得住，事情大概率不会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控制不住又极有可能会爆发冲突的地方只有2个，以色列和克什米尔。克什米尔的冲突的2大主角中，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中国是不可能放弃这个伙伴的。
而印度又是美国印太计划的核心，可以说没有印度，印太计划就是一纸空文。这两国符合第一个条件，他们都是中美不能舍弃的国家，同时他们也是中美无法绝对控制的国家。这两国都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一旦搞起冲突，中美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摁下去，尤其是印度，到时候中美两国极有可能要为他们的冲突买单的。还有一个热点地区就是以色列，现在随着美国的势力开始从中东撤退，转移到东亚地区来围堵中国，中东国家开始纷纷另谋出路，就连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仇敌都能够实现和解。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沙特自身的军事实力聊胜于无，全赖美国庇护。美国势力撤出半岛，对于沙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也是最近这些年沙特跟美国关系冷淡的原因。以前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关系之所以好，那是因为特朗普是商人给钱办事，直截了当，沙特就喜欢跟这种人打交道。可拜登的民主党上台之后，这帮建制派以美国的全球利益为先，轻中东而重东亚，让沙特极为不适。所以两国现在这么交恶，不是石油问题，也不是卡舒吉事件的影响，而是美国现在的所作所为违背了过去50年的约定。沙特为了自保，就一定要想办法转移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矛头，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主意打到自己身上。那么谁是这个转移矛盾的靶子呢？要说转移矛盾，那还有谁比以色列更合适的？这可是中东世界的公敌呀！所以这2年大家都看到阿拉伯世界有联合起来围殴以色列的趋势，背后就是沙特在推动。而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它不是美国的仆从国，它有很大的自主性。以色列面对这种环境，必须要想方设法把美国拉回中东，因此他主动挑起战争的动机是很充足的。既然克什米尔和中东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旗鼓相当，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的环境下，印巴以四方谁家的内部最先出问题，那么那个地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总而言之，凛冬将至，世界格局必将重新洗牌。